翌日，叶晨与李亚林用海伦娜为他们准备的新身份，从北欧乘飞机直飞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两人此番的目的地是摩洛哥最大的城市，也是摩洛哥最大的港口卡萨布兰卡。更多人知道这个城市，是因为一部与这座城市同名的经典电影。这座城市也是非洲少有的现代化城市，在非洲至少也能排进 TOP 10。前往里斯本的飞机上，叶晨坐在头等舱的半包包厢内，用一条毯子盖住自己，不断地打着在极光下学得的那套手印，继续提升体内的灵气。抵达里斯本之后，叶晨感觉体内灵气又有了不小的提升，于是便暗中决定待体内灵气再提升一些，便开始向林婉儿给自己的那枚戒指注入灵气。既然那枚戒指很可能还有更大的用处，那就干脆一鼓作气，用灵气把它灌满，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若是放在以前，叶晨未必舍得尝试用灵气不断喂养这个无底洞。不过现在他心里有底气了，那套手印可以不断创造出更多的灵气，如此一来，自己便有了源源不断的灵气来源，自然也不会为这点灵气心疼。两人在抵达里斯本之后，为了不留下日后被人追查的痕迹，叶晨与李亚林乔装打扮，用另一套假身份，从里斯本乘坐一家航空公司的小型飞机，飞越直布罗陀海峡，抵达了卡萨布兰卡。两人抵达卡萨布兰卡之后，便以葡萄牙籍华裔商人的身份，在卡萨布兰卡港口附近最好的酒店订了2个房间。令两人感到惊奇的是，卡萨布兰卡的华人比想象中要多，尤其是他们下榻的酒店，华人至少占了1/3，而且看起来都是成功人士、精英阶层。李亚林充分发挥了一名刑警的侦查能力，在酒店大堂主动与几名华人攀谈了一阵，便弄清楚了这里华人很多的原因。在了解完情况之后，他便对叶晨说道：“叶先生，搞明白这里为什么这么多华人了。这摩洛哥盛产的磷酸盐矿，竟然是生产磷酸铁锂电池的关键原材料。华夏不少动力电池企业、新能源汽车企业都在这里投资建厂，就地生产磷酸铁锂电池。据说比拉原材料回国生产要便宜至少30%以上。”叶晨不由笑道，回头问问我二舅，看他们之前收购的动力电池企业之前在这里有没有投资。应该没有。李亚林道，我之前不是一直跟着您外公他们在国内考察投资，他们投资的那家动力电池企业主要生产3元锂电池，不怎么做磷酸铁锂，好像是说磷酸铁锂能量密度低，价格便宜，主要适用于中低端车型。叶晨轻轻点了点头，道，不过这里华人这么多，咱们俩相对也就更好隐藏身份，当地人见我们也会见怪不怪，没人对我们过多关注。说着，叶晨又道，等天黑了，咱们就先想办法进港口看一看。李亚林问他，港口管理一般比较严格，咱们好进吗？叶晨笑道，放心，我有办法。说罢，他对李亚林说道，李探长，咱们先去房间，我订的是他们这里最高的楼层，应该可以看到港口的大概情况。两人办理了入住，拿着房卡来到位于酒店22层的房间。两人的房间一南一北，北面的房间刚好可以把整个港口尽收眼底。来到北边房间的客厅，两人在落地窗前俯瞰着卡萨布兰卡港口。李亚林一眼就看到了港口南部至少20几条轨道的铁路货运场，他沿着铁路线向东看去，对叶晨说道，据我了解，卡萨布兰卡是整个摩洛哥的经济命脉，该国开采的大部分磷酸盐都是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霍青会的杜克矿业也是从这里把磷酸盐出口到海外，想来磷酸盐都是通过铁路直接运送到码头的。叶晨道，查过他们的磷酸盐出口情况吗？查过。李亚林道， AI 查过了摩洛哥磷酸盐企业的进出口数据，里面并没有杜克矿业，如果杜克矿业自己不做出口的话，那他们的产能应该是有其他公司帮助他们办理出口业务。说着，李亚林又道，为了查明白他们的磷酸盐走向， AI 排查了在卡萨布兰卡港口经营进出口业务的所有企业，锁定了其中一家进出口公司。
这家公司主营的业务就是出口磷酸盐给世界各地的企业，而他们自己没有磷酸盐矿，等于是代理了一些磷酸盐企业的出口业务。AI 分析了这家公司报关的数据，每年的出口量要比杜克矿业的产量高出一些，想来除了杜克矿业之外，应该还代理了一些小企业的出口。除此之外，这家公司同时也做少量的进口业务，进口的多是各种各样的矿山机械设备，然后在摩洛哥境内销售。不过说是销售，其实他们只为杜克矿业提供设备。叶晨好奇地问道，这也是 AI 查出来的？对，李亚林道，这家进出口公司前年陆续从德国进口了一批利伯海尔的重型矿用设备， AI 在修复后的天际线数据库里确认了这批利伯海尔的重型设备都在杜克矿业的露天开采区工作。这个品牌的设备在其他几家大型企业里都没有发现。对其他企业来说，利伯海尔的设备成本可能还是过高了一些。说罢，李亚林又道， AI 还从他们的报关资料里发现了不少从美国进口的食品，主要以牛肉、小麦和蔬菜为主。我怀疑这些食品他们在报关之后都悄悄运到杜克矿业了。叶晨道，食品完全可以从本地采购，多此一举从美国进口，估计是因为杜克矿业的消耗量明显超过正常值，所以不想让人看出端倪。对，李亚林道，他们在这方面还是挺注意的。本地的食品供应商就有好几家，这样分散需求，一般人就很难查出他们的具体食品消耗情况。再搭配一部分悄悄进口的食品，基本就可以做到天衣无缝。只是他们肯定没想到，会有一个算力逆天的 AI 模型，通过各种维度不断分析他们的一切数据和信息。叶晨指着铁路的方向，问他，李探长，杜克矿业的磷酸盐既然是这条铁路运输进来的，那如果我想把破氢会的死士从杜克矿业里运出来，这条铁路应该也是必经之路。我觉得咱们可以把这条铁路线当作突破点，重点突破一下。李亚林赞同地说道， AI 分析过杜克矿业的几个生产板块，开采区负责开采原矿，然后通过卡车和传送带运送到杜克矿业在矿区附近的精炼厂，经过精炼后的磷酸盐在精炼厂内的铁路货场完成装车，就会直接运送到港口来。只要杜克矿业需要运输磷酸盐，就一定需要列车空车前往装载。如果我们能拿到这些货运列车的行车视频，应该就能摸清楚列车进入杜克矿业的基本流程。通过视频，应该能看出这个流程有没有漏洞可以钻。叶晨点头道，从这里看，铁轨并没有直接通向码头，这些货物通过铁路运到港口之后，需要先进行装卸，再经过一系列的海关出口流程，才能进入码头的货物装卸区。咱们今晚混进去就好好研究一下，把人从铁路装卸区悄无声息地弄到码头装卸区。如果这一步能实现，那就有机会把人全部带走。